他開始一病不起。查理為了讓他散心，決定舉家從托特搬往永鎮。搬家花了3000多法郎。從托特到永鎮的路上，顛簸損壞了無數東西，連一座神府的石膏像都在坎康布瓦的石板路上摔得粉碎。艾瑪懷着孕，跟着丈夫來到了這個新的小鎮。永鎮是一個乏味的外省小鎮，藥劑師好麥是當地的顯赫人物，整天誇誇其談。他是一個投機鑽營、虛偽市儈的小市民，缺乏專業素養，卻熱衷吹噓，一邊巴結權貴，散播流言，一邊利用包法利夫婦的單純謀取利益。鎮上的人們過着日復一日的刻板生活。艾瑪在這裡生下了女兒，取名白爾特。這個名字是從沃比薩爾舞會上聽來的。他把這個孩子送去給木匠的妻子餵養，自己則有更多的時間去做他想做的事，也就是在永鎮。他遇見了第一個讓他心動的人。萊昂是一個年輕書記員，20出頭，文雅、羞澀，讀詩、聽音樂，談論藝術。他和艾瑪第一次交談就發現彼此情投意合。他們談論巴黎的劇院、新出版的小說、遠方那些遙不可及的東西。對於困在永鎮的艾瑪來說，萊昂就像一個窗口，窗外是他一直渴望的世界。兩個人之間產生了一種微妙的精神戀愛，他們互相愛慕，但還沒有越過道德的底線。萊昂畢竟年輕，他在這段沒有結果的愛裡感到苦悶，又厭倦了永鎮乏味的生活，決定去巴黎深造。萊昂走的那天，艾瑪大病一場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另一個人出現了。羅多爾夫是一個富裕的單身農場主，30多歲，情場老手。他目光敏銳，一眼就看出了艾瑪的不快樂。她厭倦丈夫，渴望愛情，心裡有一團火在燒。羅多爾夫迅速制定了一個圍獵計劃，甚至提前想好了事成之後如何擺脫她。對他來說，艾瑪不過是一個比此前交往的情婦更漂亮的女人而已，但對艾瑪來說，羅多爾夫是救命的稻草。羅多爾夫用甜言蜜語哄騙艾瑪，他說她的眼睛像湖水一樣深，說她不該被埋沒在這個無聊的小鎮上。艾瑪上鈎了，她成了羅多爾夫的情婦，兩人不斷私會。艾瑪在羅多爾夫的房間裡，一會兒用他的梳子梳頭髮，一會兒用牙齒咬着他的煙斗餅。她興奮地對他說，甚至是對自己說，我有一個情人了，我有一個情人了。她終於活成了小說裡的女主角，有秘密，有激情，有一個愛她的男人。但這段關係從一開始就是不對等的。艾瑪把羅多爾夫當作她全部的生命，她提議和他私奔，甚至為此做了充分的準備。可羅多爾夫只是把它當作一場遊戲。在私奔的前一天，他留下一封信，自己走了。那封信寫得冠冕堂皇，我不想毀了你。實際上他只是厭倦了。艾瑪又一次被拋棄，她大病一場，幾乎死掉。查理守在床邊哭，四處請醫生，賣掉家裡的東西給他看病。他完全不知道妻子為什麼病倒。病好之後，查理為了讓艾瑪散心，帶她去城裡看戲。在劇院的包廂裡，他們遇見了萊昂，那個曾經羞澀的青年書記員。在巴黎待了幾年之後，已經不再是當初那個單純的樣子。他對艾瑪之前的那種愛慕已經淪為了情慾。而艾瑪呢，她被羅多爾夫傷透了心，但心裡的那團火從來沒有熄滅過。兩個人舊情復燃，這一次不再有精神戀愛的矜持，他們直接開始了偷情。艾瑪每周都借口去城裡學鋼琴，實際上是在旅館裡和萊昂幽會。她滿口謊言地欺騙查理，編造各種理由頻繁進城，為了取悅萊昂，維持這種浪漫生活的幻覺。她開始大手大腳地花錢，她給萊昂買昂貴的禮物，給自己買漂亮的衣服，絲綢睡衣，鑲金邊的馬鞭。她不斷地向鎮上的商人樂樂賒賬。樂樂是一個投機商，精明、冷酷，毫無善心。他看準了艾瑪的虛榮和金融無知，
不斷地給他提供貸款和賒賬，又使他超前消費。艾瑪每借一筆錢，就離深淵近一步。她揮霍了丈夫的財產，抵押了房產，債務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。而她和萊昂的關係也在變質。日子一長，兩個人都對偷情生活失去了新鮮感。萊昂開始厭倦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樣迷戀艾瑪。艾瑪也感覺到了，這個男人和羅多爾夫一樣，正在離他遠去。正如後世評論者所總結的，愛情會經受陣陣寒風，而金錢上的要求鋒利最猛，能把愛情連根拔除。這句話在艾瑪身上得到了最徹底的應驗。就在這時候，債主樂樂收網了，法院的布告貼了出來，艾瑪必須在24小時內還清8000法郎的借款，否則將扣押全部財產8000法郎。對於一個小小的鄉村醫生家庭來說，這是一筆天文數字。艾瑪慌了，她跑去找萊昂，那個她每周優惠、為她一擲千金的男人。萊昂推說沒錢，他又跑去找羅多爾夫，那個他曾經想與之私奔的男人。羅多爾夫起初待他還柔情，一聽他說來借錢，立刻說自己沒有錢。兩個他曾經為之付出一切的男人，在他最需要幫助的時候，同時關上了門。走投無路的艾瑪回到永鎮，她走進藥劑師好麥的家裡，假稱要點老鼠藥，向僕人要來儲藏室的鑰匙。走進去，從瓶子裡直接抓了一把砒霜粉末，一口吞了下去，沒有混進任何食物，就是那樣乾咽下去。然後他躺下來，等待死亡。艾瑪吐血，全身布滿黑斑，死屍般的臉色，鼻子狂怒般呼氣。她痛苦地起身，又絕望地躺下。她抱住女兒吻她，又無力地放開。她想說話，吐出黑色舌頭，卻已經發不出聲音。她掙扎着寫下一封遺書，囑咐丈夫等到第二天再拆開閱讀。在痛苦的掙扎中，她聽見窗外傳來一個失明乞丐的歌聲。她叫了一聲瞎子，然後嚥了氣。她睜着眼睛死去，嘴裡全是砒霜的苦味。艾瑪死後，查理痛不欲生。這個一直被妻子嫌棄的木訥男人，在妻子死後突然展現出一種近乎荒誕的浪漫。他說要用非常奢華的材料為他打造棺椁。後來有一天，他在艾瑪的抽屜裡發現了一疊疊的情書，終於明白了全部的真相。他崩潰了，痛哭大叫。後來他見到了羅多爾夫，也只是說了一句“我原諒你了”。不久之後，這個老實了一輩子的男人也鬱鬱而終。他們的女兒白爾特成了孤兒，被送去紗廠做童工，一個家庭就這樣徹底毀滅了。而那個虛偽的藥劑師好麥，在查理遭災之後，他的藥房卻興旺發達了起來。他向政府當局賣身投靠，把來永鎮開業的醫生一一擠走。他的藥房顧客盈門，還得了一枚十字勳章。這個投機分子成了最後的贏家。包法利夫人取材於一個真實的服毒事件。夏爾·包法利的原型是魯昂醫院醫生歐謝·德拉瑪，艾瑪的原型是農家女德爾芬·庫蒂利葉。偷情的後者在1848年服毒自盡。包法利夫人是對虛幻浪漫主義的清算，她尖銳地抨擊了外省貴族、地主、高利貸者、市儈的惡德醜行，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腐朽墮落的社會風氣及小市民的鄙俗、猥瑣。作家蘇童說過一句話：包法利夫人不是一個女人，她是一個人。她身上堆滿了我們所有人的影子，對平淡的不甘，對虛幻的向往，對更好的執念，以及在被現實擊碎之前那種拼命掙扎的姿態。艾瑪·包法利錯了嗎？她渴望更美的生活，更熱烈的愛，更體面的日子，這有錯嗎？沒有。錯在她把所有渴望都寄托在了別處，寄托在男人身上，寄托在物質上，寄托在小說虛構的浪漫模板裡。她從來不問自己，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我？我能為自己做什麼？她唯一會的就是模仿，模仿書裡女主角的打扮、說話、用詞，模仿她們如何哭泣，如何暈倒，
如何遞出情書，他活成了一個精緻的贗品，而贗品的代價是真實的債務和真實的絕望。這本書最殘忍的地方，不是他死了，而是他到死都沒明白，他追求的那些東西從一開始就不存在。城堡裡的舞會，永不厭倦的愛人，鑲着金邊的下午，那些都是紙上的影子。他拼了命去抓影子，卻把自己活生生的摔碎了。